各位学长、各位学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你们还记得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那架像银色闪电一样的 F-86军刀机吗？对于我们这群在眷村里跑大的孩子来说，那不仅仅是一部冷冰冰的战争机器，更是守护了咱大半辈子的蓝天保护神。故事要从那年的夏天说起，那时候823炮战打得正凶，金门的天空每天都被硝烟遮得严严实实。就在那个最燥热的8月，几架美军的 C-124大型运输机趁着没月亮的深夜，悄悄降落在桃园光华基地。当时美军顾问脸上的表情严肃的像是要参加国葬，严令禁止任何地勤人员靠近那些长条形的木箱，箱子上只贴了一张纸，写着航空精密器材。甚至有老学长回忆说，当时的保密等级高到吓人，连我们要挂弹的时候，飞行员都得留在休息室里，窗帘拉得死死的。只有美军的技术人员和极少数核心士官才能在昏暗的灯光下，像祭祀一样把那些细长的玩意儿挂上 F-86的机翼。挂好后必须立刻用蒙布盖得严严实实，飞行员上机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带了什么必杀技。这种东西就是当时美军的头号机密代号明星计划的 AM-9B 响尾蛇导弹。在那之前，全世界的空战还停留在近身肉搏的阶段，大家得拼刺刀一样绕到对方身后，用机炮互啃。美军顾问只给了咱们飞行员5天时间训练，还发了一个奇怪的耳机，里面只有一种声音。他们叮嘱说，学长们听好了，只要耳机里传出那种急促的嗡鸣声，就代表已经锁定了目标。这不仅仅是武器的更新，更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尝试让机器自己去找敌人的引擎热量。而这批担负着改写历史使命的英雄，就是新竹基地第11大队的精锐。1958年9月24日，这群甚至没看过导弹长什么样的飞行员，接到了一个几乎是自杀式的征召任务。他们并不知道，在那片湛蓝的温州湾上空，500多架次的战机正像乌云一样汇聚，而那个耳机里的嗡鸣声，即将成为对岸米格机飞行员此生听到的最后一段旋律。只是当18架军刀机轰鸣着冲向云霄时，这群穿着连身飞行服的台湾男儿是否想过自己正开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午9点58分，新竹基地的跑道被引擎热浪震得扭曲。李树原中校领着44中队的弟兄们像箭柱一样射入蓝天，护卫着中间那一架孤独的 RF-84侦察机。咱们这次直接明牌进入，就是要引对方出来测试这黑盒子到底灵不灵。10点34分，石门管制站的雷达官突然在无线电里嘶吼：学长注意，4点钟方向20里发现不明机群。大家回头一看，4条白色的凝结尾迹像是在蓝天这块绸缎上割开了4道口子，那是解放军最精锐的米格17，爬升率比 F-86强出一大截，正占领着高位居高零下准备俯冲。当时无线电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喊左转，有人喊拉升，心跳声几乎要盖过引擎声。关键时刻，领队李树原中校深吸一口气，在无线电里沉稳地压阵。立着回答就好，学弟们稳住编队。这就是咱黄埔军魂在蓝天上的传承，越是刀架在脖子上，手越不能抖。在战斗中，李树原发现对方的飞行员可能还没意识到危险，竟然做了一个大半径右转，直接把冒着热气的引擎尾管露了出来。在那一刻，李中校的耳机里突然响起了那种刺耳、急促，像毒蛇吐信一样的嗡鸣声，锁定了。他果断按下发射钮，一道白烟激射而出，划破了10000米高空的寂静。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射向敌机的空对空导弹。紧接着，钱义强上尉也扣动了扳机，2架米格17在瞬间化作了2团巨大的火球，在10000米高空绽放，像是不祥的礼花。当时的解放军飞行员王志忠学长确实表现出了极高的勇气和技术，甚至在被围攻中击落了目标，但他面对的是跨时代的科技代差。在那一刻，李树原中校脑子里想的是领空安全，是任务达成。只是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心里总会揪一下。那坠入大海的火光里，烧掉的不只是昂贵的战机，更是两岸多少个家庭的心头肉，是无数母亲后半辈子的泪水。空战迅速进入了惨烈的大混战，200多架飞机在温州湾上空反复切割、翻滚。钱义强上尉在短短5分钟内
导弹机炮并用，直接拿下了双杀。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让每一个在地面监听无线电的弟兄都屏住了呼吸。然而，真正的王牌格斗并不是只靠导弹，而是那种赌上性命的技术博弈。在这场9-0的大胜中，有一个人硬是把 F-86开出了灵魂，在路桥上空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教科书的生死缠斗。你们想知道，当导弹用光，机炮发烫时，2个顶尖飞行员是如何在云端搏命的吗？如果说李淑媛的导弹是快刀斩乱麻，那王元博上尉的战斗就是绣花针里的杀鸡。在战场的另一侧，王元博盯上了一架解放军的长机，对方显然也是个身经百战的狠角色。双方从42000尺的高空一路缠斗、俯冲、剪刀式交叉，直接杀到了4000尺的低空。各位学弟，你们想象一下那种高度的落差，飞行员承受的巨力几乎要把骨头压碎。王元博为了咬住对方，几乎把 F-86的机翼拉到了变形的边缘，对方也毫不含糊，利用米格机的小半径转弯，不断试图反杀。双方甚至都打开了减速板，在近乎掉速坠毁的边缘做着最原始、最残酷的空中格斗。这就是咱们常说的 ACM， 那是男儿血性与飞行天赋的终极较量。最后，在路桥机场附近，王元博抓住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窗口，3轮机炮齐射，亲眼目睹对方起火坠毁。这场924空战，咱们爆出的战果是9-0，震撼了全世界。但这9-0的背后是科技的碾压，更是那一代飞行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这种明星计划带来的制空权，守住了咱台湾几十年的安宁，也保住了这块土地上的中华火种。老实说，咱们讲这段历史，绝不是为了宣扬战争，更不是为了挑起仇恨。尤其是咱们这群住过眷村、见过老兵、晚年孤寂的孩子，最明白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酸楚。这片蓝天是老一辈拿命守下来的，他们守的是咱家园的平安，绝不是为了让某些搞分裂的人去挑衅、去对抗。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叫嚣战争的人，从来没听过响尾蛇导弹锁定的嗡鸣，也没见过战友在眼前变成火球的惨烈。和平不是跪着求来的，是靠像李淑媛、王元博这些学长用这种不畏死的骨气撑出来的。只有真正见过硝烟、闻过煤油味的人，才最懂得和平这2个字到底有多重。各位学长学弟，每当我回到台南水交社，看着那架静静停放的军刀机，我总觉得他在说话，他在告诉我们，强军是为了保家，而保家是为了永恒的和平。那场1958年的火光，应该成为历史的警示，而不是未来的预告。我们应该要告诉下一代，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如果您也曾听家里的老长官讲过这段往事，或者您对那段蓝天岁月有着不一样的记忆，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感触，我会成为你们的老朋友。咱们下期再见。